刚踏入餐厅，我带着投资文件坐下，小叔却突然怒吼：“你这废物，也配坐这儿？”话音未落，一巴掌扇来，我被打倒在地。我忍着痛，心中暗想：小叔，你可知道，我正是你苦寻的投资人，这背后的故事才刚刚开始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叫杨明，今年32岁，在海外从事投资工作已有8年。说起来，这8年里，我回国的次数屈指可数，大多是匆匆来，匆匆走，甚至连最亲近的亲人都很少见上一面。这次回国，是因为接到了一个投资项目的邀请。说来也巧，这个项目居然和我小叔有关。小叔名叫杨建国，是我父亲的小弟弟。在我记忆中，小叔一直是个有野心的人，但命运似乎总与他作对。他尝试过各种生意，从餐饮到服装，从房产中介到保健品代理，每一次都信誓旦旦说这次一定能大展宏图，结果无一例外都以失败告终。但这一次，小叔找了几个合伙人，一起创办了一家互联网科技公司，名为未来云科技。据说公司已经拿到了一些初始订单，正在寻求第2轮融资以扩大规模。我收到投资邀请时，项目方并不知道我与杨建国的关系，他们只知道我是海外某投资基金的负责人，手上有相当可观的资金可以调配。当我看到项目资料上杨建国的名字时，不禁有些犹豫。我和小叔之间的关系说不上亲密，甚至有些疏远。童年时期，每当我去他家做客，他总是对我爱答不理，有时还会当着我的面对我父母说些难听的话。随着年龄增长，我与小叔的交集越来越少，尤其是出国后，几乎断了联系。思来想去，我决定先不表明身份，以普通人的姿态接触小叔，看看他的为人处事是否有所改变，再决定是否投资。回国第2天，我联系了表哥杨浩，也就是小叔的儿子。杨浩比我大2岁，在一家国企工作，为人随和，与我一直保持着不错的关系。明啊，你回国了？什么时候的事？电话那头，杨浩的声音充满惊喜。昨天刚到，最近工作忙，没顾上提前通知。我笑着回答：回来住哪？要不来我这吧？刚好我爸妈今晚约了朋友吃饭，你也一起来。杨浩热情地邀请道，这正合我意，于是欣然接受了邀请。傍晚时分，我按照杨浩发来的地址，来到了市中心一家高档餐厅。为了不引人注目，我特意穿着简单一件白色 T 恤，一条普通牛仔裤，外加一双运动鞋，头发也只是随意梳理了一下，看上去就像个普通上班族。推开包间门的那一刻，我感受到了几道目光投向我。包间里已有几个人，我一眼就认出了小叔杨建国。10年不见，他的发际线明显后退，腰围也粗了一圈，但那种盛气凌人的气质丝毫未变。明，你来啦！杨浩起身迎接我。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爸，这是我妈，这位是我爸的合伙人刘总。我礼貌地向众人点头问好，然后准备落座。等等，小叔突然开口，眉头紧锁。今天是我们谈生意的场合，你这位朋友，叔叔好，我是明，浩哥的表弟。我伸出手，试图打破尴尬。小叔上下打量着我，目光中满是轻蔑。他没有伸手回应我的问候，而是转向杨浩。今天是我们约了重要客户的，你怎么随便带人来？爸，明是我表弟，你忘了，就是二姑家的儿子。好多年没回国了，
杨浩急忙解释：“哦，二姐家的孩子啊。”小叔的语气稍缓，但眼中的不屑依然明显。在外面干什么呢？一看就是不怎么样啊。这句话虽然轻描淡写，却字字如刀。我强忍着不悦，微笑道：“在外面做点小生意，不算什么大事业。”小生意？小叔冷笑一声：“看你这穿着打扮，能有什么像样的生意？今天我们还约了个重要客户，你这样会影响我们公司形象的。要不你先回去吧。”杨浩看出了我的尴尬，赶紧插话：“爸，明难得回国一次，就让他留下吧。再说，你那个客户不是说要晚点到吗？晚点到也是要到的。”小叔不耐烦地摆摆手：“算了，既然来了就坐吧，但坐角落里去，别让客户看见。”我心里苦笑，表面却不动声色，顺从地坐到了角落的位置。服务员开始上菜，一道道精致的菜肴摆上桌来。小叔和他的合伙人刘总一边吃一边高谈阔论，内容无外乎是他们公司如何有潜力，如何即将迎来爆发期，就差一笔投资了。老杨，那个杨总今天真的会来吗？刘总压低声音问道。放心吧，我托了好几层关系，好不容易约到的。听说这个杨总手里掌管着上亿资金，要是能谈成，咱们公司马上就能扩大规模。小叔信心满满地说。我在一旁默默听着，心中了然，看来他们要见的就是我了。只不过他们并不知道杨总的真实身份。吃了大约半个小时，我起身去洗手间，回来时发现我的座位上多了个公文包。这是谁的东西？我问道。是我的，你别动。小叔头也不抬地说。你坐那边去，这个位置留给待会要来的客人。我看了看杨伟，发现唯一的空位是在墙角的一张小椅子上，那里连餐桌都够不着。叔叔，我原来坐的位置也挺好的，能不能？可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回事？小叔突然提高音量，打断了我的话。这么大个人了还不懂事？今天来的可是重要客户，你凑什么热闹？包间里顿时安静下来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我身上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控制着自己的情绪。我只是想坐回原来的位置，并不是要打扰您的客户。你……小叔站起身，脸色铁青。我看你是不知好歹。你知道我今天要见的是谁吗？是能决定我公司命运的大人物。你这副打扮，这副德行，也配坐在这张桌子上？我被他的话激怒了，但还是保持着克制。叔叔，我虽然穿着普通，但也是您的侄子，这样说话是不是太过分了？过分？小叔冷笑一声，走到我面前。我告诉你，在这个社会上，人分3、6、9等，像你这样的，连给人提鞋都不配。你知道我为了约到今天这个客户花了多少心思吗？现在倒好，你这副样子，要是让客户看见了，还以为我们公司连像样的人都请不到。爸，杨浩终于忍不住站起来。您这话就太伤人了，明怎么说也是您的亲侄子啊。亲侄子？小叔嗤笑道。20年没见了吧？一回来就给我添乱，我看他就是故意来给我难堪的。我平静地看着小叔激动的面孔，心中一阵悲凉。原来小叔不仅没有改变，反而变本加厉了。叔叔，我想您误会了，我只是接受浩哥的邀请来吃个饭，并没有别的意思。我试图解释。闭嘴！小叔怒吼一声。我不想听你解释，你现在给我有多远滚多远，别影响我的正事。我没有动，只是静静地看着他。这种目光似乎激怒了小叔，他突然抬手，一耳光重重地扇在我脸上，啪的一声脆响在包间内回荡。这一巴掌力道不小，
我一个踉跄摔倒在地，嘴角有一丝血腥味蔓延开来。爸，您疯了吗？杨浩惊叫着冲过来扶我，小叔却丝毫不觉得自己做错了，反而更加理直气壮。不识好歹的东西，我看你是在国外待久了，忘了尊卑长幼，今天就给你个教训。我擦了擦嘴角的血迹，默默站起身，整理了一下衣服。这时，包间的门被推开了，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男子匆匆走了进来。不好意思，路上有点堵，来晚了。来人向屋内扫视一圈，目光最终落在了我身上。他的表情由疑惑逐渐变成惊讶。您是杨总？小叔闻言立刻转身，满脸堆笑地迎上去。哎呀，周经理，您可算来了，我们杨总还没到呢，您先坐。周经理却直接绕过小叔，快步走到我面前。杨总，您怎么在这儿？您没事吧？脸怎么红了？瞬间，小叔原本满是笑容的脸瞬间凝固。我缓缓抬头，对着周经理微微一笑。周经理，好久不见。周经理赶紧扶住我的胳膊。杨总，我们约好了今天谈投资的事，您怎么？周经理的话还没说完，小叔的脸色已如死灰，他呆立在原地，目光在我和周经理之间来回游移，似乎在努力理解眼前的状况。我平静地擦去嘴角的血迹，微笑着直视小叔的眼睛，那笑容里没有得意，只有一种看透一切的平静。我想可能有些误会，我轻声说道，语气里听不出任何情绪波动。周经理，为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杨建国先生，未来云科技的创始人之一，同时也是我的小叔。这句话如同一枚炸弹，在包间里炸开了。小叔的合伙人刘总一脸惊恐，杨浩则目瞪口呆，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您是杨总？小叔结结巴巴地问，脸上的肌肉不受控制地抽搐着。是的，杨明，安泰投资亚太区负责人，很高兴认识你，叔叔。我向前一步，伸出了手。小叔的脸色在瞬间变换了好几次，从震惊到恐惧，再到尴尬和懊悔。他机械地伸出手，却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杨总，您和杨总是亲戚关系？周经理小心翼翼地问道。是的，我是他的侄子，不过我们已经有将近20年没见面了，所以他没认出我来。我平静地回答，刚才的小插曲不必放在心上，我们还是谈正事吧。我回到餐桌前，坐在了主位上。小叔僵硬地站在原地，似乎无法接受这突如其来的转变。叔叔，您不坐吗？我微笑着问道。小叔这才如梦初醒，连忙走过来，满脸陪笑。坐，明啊，刚才叔叔真是有眼不识泰山，你可别往心里去啊。怎么会呢？亲人之间闹些误会很正常。我淡然回应，目光却没有温度。周经理从公文包里拿出了一叠资料，放在我面前。杨总，这是未来云科技的详细商业计划书和财务报表，请您过目。我简单翻阅了一下资料，点点头，看起来很有潜力。不过我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杨总。小叔闻言立刻挺直了腰板。明啊？哦不，杨总，您尽管问，保证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首先，我注意到贵公司第1季度的营收数据和支出明细有些出入，能否解释一下？我指着报表上的一组数字问道。小叔一愣，随即笑道：这个吗？可能是会计在记录时有些疏漏，我回去查一下。其次，这份客户名单中有几家公司我较为熟悉，但据我所知，他们并未与贵公司有过业务往来，能否澄清一下？
我又指出了第二个问题。小叔的笑容有些僵硬。这个是我们正在洽谈的潜在客户，可能表述不够清晰，让杨总误会了。最后，这份融资计划中，资金用途有相当大的比例用于市场拓展，能否具体说明这部分资金的具体配置？我继续追问。小叔额头上已经冒出了汗珠。这个市场拓展包括广告投放、展会参与、客户关系维护等多个方面。我打断了他的解释。我看到这部分预算高达融资总额的60%，远超行业平均水平。如此高比例的营销支出，是否意味着产品本身存在竞争力不足的问题？小叔被问得哑口无言，只能求助地看向他的合伙人刘总。刘总清了清嗓子：“杨总，我们公司刚起步，需要大量曝光来获取市场份额，所以营销支出会比较高。”理解。我点点头，合上了资料。不过以我的经验，一个真正有竞争力的产品，不需要如此高比例的营销投入，除非……我故意没有说完，房间里顿时陷入了沉默。小叔坐不住了，连忙打破僵局：“明啊，不，杨总，你有什么建议尽管提，我们一定虚心接受。建议很简单。”我直视小叔的眼睛：首先，保持诚信；其次，产品为王；最后，尊重每一个人，无论他穿着打扮如何，身份地位如何。小叔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，明白我话中有话。杨总教训的是，他低下头，不敢与我对视。刚才的事情实在是误会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。我摇摇头，站起身来：“抱歉，经过仔细考虑，我决定暂不投资贵公司。”这句话如同晴天霹雳。小叔猛地抬起头：“为什么？”“明啊，叔叔知道错了，你不能因为私人恩怨，这与私人恩怨无关。”我打断他的话：“纯粹是商业决策。一家企业的价值观往往来自于创始人，而一个连最基本的尊重都给不了他人的人，很难赢得我的信任。”“不，您误会了，我平时不是这样的。”小叔急得满头大汗。“是吗？”我微微一笑。“那为什么我记忆中的您一直都是这样的呢？15年前，您当着全家人的面说我父亲没出息；10年前，您嘲笑我出国留学是浪费钱；5年前，您在我父亲病重时拒绝借钱给他治病。”每说一件事，小叔的脸色就难看一分。事实上，我并没有夸大其词，反而是略去了更多不堪回首的往事。那都是过去的事了。小叔嗫嚅着辩解：“是的，都是过去的事了。”我点点头：“正如您今天对我的态度，也会成为过去。但是，小叔，有些事情一旦发生，就无法挽回了。”我转向周经理：“抱歉，看来今天的会谈要提前结束了，请代我向贵公司高层致歉，这次投资恐怕要泡汤了。”周经理满脸遗憾：“杨总，要不您再考虑考虑？决定已经做出。”我摇摇头，拿起外套准备离开。小叔猛地站起来，拦在我面前：“明，你不能这样。你知道这笔投资对我有多重要吗？我筹备这个公司花了多少心血，你知道吗？你就因为我不小心冒犯了你，就要毁了我的事业。”我平静地看着他：“叔叔，您误会了，我拒绝投资，是因为我看到了您公司存在的诸多问题，以及您作为创始人在诚信和为人方面的缺陷。这与您今天是否冒犯我无关。一个好的投资人从来不会因为个人情感左右判断。”小叔的脸上写满了绝望，他知道我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的。“给您最后一个建议，
我走到门口，回头看了他一眼。创业最重要的不是钱，而是人品。当一个人连最基本的尊重都给不了他人时，他就失去了获得别人尊重的资格。如果您能明白这个道理，或许有一天您的事业会有转机。说完，我推门而出，留下满屋子的沉默。走出餐厅，夜风拂面，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虽然脸颊还隐隐作痛，但心里却感到一种释然。明，身后传来杨浩的声音。我停下脚步，等他追上来。对不起，我真的不知道事情会变成这样。杨浩满脸愧疚，我拍拍他的肩膀，不必道歉，这不是你的错，我也不知道你现在这么厉害了。杨浩苦笑道，早知道就提前告诉我罢了，可能结果会更糟。我摇摇头，如果他知道我的身份，今天的一切就会变成一场表演，而我永远不会知道他的真面目。杨浩沉默了片刻，问道，那么你真的不打算投资了吗？是的，我肯定地回答，不过这只是公司层面的决定。如果你个人有什么创业计划，我很乐意单独考虑。杨浩眼睛一亮，真的？其实我一直有个想法，找个时间详细聊聊。我笑着打断他，不过今天先算了，我得回酒店处理一下伤口。杨浩连连点头，有时间一定，有时间一定。告别杨浩，我独自走在夜色中，思绪万千。回想起刚才的一幕幕，有悲凉，有无奈，但更多的是一种释然。多年前离开家乡时，我带着对小叔的恨意和不解，而今天，当我以一个成功者的姿态回来，面对小叔的羞辱，我却已经不再有恨，只剩下怜悯。人这一生会遇到很多人，经历很多事，有些人一辈子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，看不到他人的价值，有些人则能从每一次经历中学习成长，变得更加宽容和睿智。小叔选择了前者，而我庆幸自己选择了后者。那一巴掌不仅扇醒了他，也终于让我放下了过去的阴影。3个月后，我再次接到杨浩的电话，明，我爸的公司撑不下去了。电话那头，杨浩的声音有些疲惫。我并不意外，那天之后，我让助理调查了未来云科技的实际情况，结果不出所料，公司账面上的数据有严重造假，所谓的大客户多是虚构的，公司实际负债累累。他找过你吗？我问道。找过。杨浩无奈地笑了笑，差点给我跪下，求我联系你再投资，被我拒绝了。我点点头，虽然电话那头的杨浩看不见，我能理解。其实我爸这段时间变了不少。杨浩停顿了一下，那天之后，他好像受了很大打击，整个人萎靡不振，连话都少了。前天还跟我说，他后悔当初对你的态度，想找机会当面向你道歉。我轻轻摇头，也许他只是后悔失去了一个投资人，谁知道呢？杨浩叹了口气，挂断电话。我望着窗外的城市夜景，思绪纷飞。一阳后的下午，我正在咖啡厅处理邮件，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门口，是小叔。他比上次见面又瘦了不少，头发也花白了许多，眼中的锐气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浓浓的疲惫和茫然。他四处张望，最终看到了角落里的我，犹豫了几秒，缓缓走了过来。明，我能坐下吗？小叔的声音不再高高在上，反而透着几分卑微。我指了指对面的座位，请坐，叔叔。小叔局促地坐下，双手不停地搓着，目光飘忽不定。公司倒闭了，我听说了。我平静地回应，我本来不想来打扰你的，但是他的声音有些哽咽，我实在没有办法了。所有人都离开了我，包括你婶婶。
他说我一事无成，还连累了他，昨天就搬走了。我没有说话，只是静静地看着他。明，叔叔知道错了。小叔忽然抬起头，眼中含着泪水。那天的事情，我真的很抱歉，我不应该那样对你，不应该看不起任何人。这些年，我一直活在虚荣和自大中，从来没有真正尊重过他人，结果失去了所有。我给他倒了杯水，叔叔，人生有起有落是正常的。不是这样的。小叔摇摇头，我失败不是因为运气不好，而是因为我的为人处事有问题。那天你说的对，创业最重要的不是钱，而是人品。可惜我明白得太晚了。我看着眼前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小叔，心中没有丝毫快意，反而有些怜悯。你知道吗，明？小叔擦了擦眼角，这些天我一直在想，如果当初我好好对待你，好好对待每一个人，现在会不会不一样？也许会，也许不会。我轻声回答，但至少你不会失去自己的尊严。小叔点点头，眼神中闪过一丝悔恨。我现在才明白，我过去看不起的那些人，其实比我强得多。他们可能没有豪车名表，但他们有做人的底线和尊严。我从钱包里拿出一张名片，推到小叔面前。叔叔，我有个朋友在做餐饮管理，他们公司正在招区域经理，要不要试试？小叔愣住了，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你还愿意帮我？家人之间不必说这些。我微微一笑，而且我相信，经过这次打击，您一定会成长的。小叔颤抖着接过名片，眼泪终于忍不住流了下来。明，谢谢你，叔叔，对不起你，真的对不起你。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。我起身拍拍他的肩膀，重要的是未来。走出咖啡厅，天空飘起了小雨，我撑开伞，看着雨滴在伞面上溅起细小的水花。有时候，人生最大的成功，不是击败对手，而是超越自己，放下过去的怨恨，给他人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。而那一记耳光，不仅仅是一场教训，更是一次救赎。它打碎了小叔虚伪的面具，也让我看清了自己的内心。投资可以没有结果，但人生不能没有成长。这或许就是我此行最大的收获。雨越下越大，我加快脚步向前走去。前方的路还很长，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